最近 Free Mint 的项目有很多啊，其中也不乏一些金狗，比如 Digidaigaku 和 CryptoSimage， 也就是小蘑菇。Digi 我是看着它从2个以太坊涨到15以太啊，却一直没有下手踏空了。但是小蘑菇呢，我是有在30号早上10点左右，以0.1259和0.125的价格购入了2个盲盒。在当天下午呢，浮盈就达到了2倍多。当然我没卖啊，因为总体来讲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项目的。那么下面我将以基本信息、项目背景、可能的效用、交易动向这几个方面分享一下我对于这个项目的分析以及预测。CryptoSimage 是一个以太坊上的 NFT 集合，是总量1万个像素风格的蘑菇 PFP， 属于 CC0 集合，也就是公共版权，版税5%。根据 OpenSea 上的介绍啊，蘑菇是该项目元宇宙的通行证，未来的好处和持有人利益将通过路线图的揭示来解锁。那目前的话呢，还有很多没有揭露的信息。8月29日 Free Mint 已经结束，预计9月9日开图，开图出来会获得随机长相和稀有度的蘑菇。那通过 DC 群的语言选择按钮来判断，目前持有者以东亚国家为主，中日韩玩家最多。小蘑菇的项目方是百度日本有限公司。根据百度日本官网在8月24日发布的新闻，这个项目的背景具体是这样的：百度日本公司旗下有一款 App 叫做 Simage， 这是一个输入法应用，主打的是颜文字。他们与 ITI 集团签订了商业联盟协议，一起做小蘑菇这个项目。这个 ITI 集团下设几家公司，业务主要是广告传媒、KOL 孵化以及 NFT GameFi 的相关业务。所以这个项目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百度提供小蘑菇的 IP，ITI 提供社群运营、NFT 技术方面的运维等等。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并不像网上热议的是纯粹的百度系项目。其实百度在其中的掌控能力也许没有想象中的大。再者，百度日本公司其实自2006年成立之后发展并不好。其一，百度日本公司本身决策权不高，大小决策都需要由北京总部决定。第二，产品本地化做得并不好，无论是语言、算法还是网页结构都存在问题。第三是推广不够本地化。当时百度日本挖来雅虎日本搜索负责人井上俊一担任总裁，但井上俊一技术出身在市场 BD 方面没什么经验，所以后来呢没有打赢雅虎和谷歌，在2015年正式关停了日本搜索引擎业务。我甚至在百度近2季的财报上都没有看到日本分公司的信息，所以咱甚至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一个日本办事处来看待。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一无是处他们至今还运营着2款核心 App， 这也是他们目前较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一个是 FaceMochi 输入法，另一个就是咱们本期的主角 Simage 输入法，一个主打 emoji， 一个主打颜文字。Simage 这个 App 的表现其实相当不错，尤其在安卓端，下载量1000万加，评分4.6。我也看了不少媒体关于日本输入法 App 的排行 ，Simage 都是位列前3。所以说 Simage 是百度日本公司的亲儿子产品并不过分。所以虽然百度日本有那么些拉胯但是本次拿出来的 IP 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宝贝，信任度会高一些。那虽然 IP 不错在日本也有较高年轻人受众，但是我们还是要单拎出来思考一下这批 PFP 图片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效用。毕竟周杰伦、伊能静这批大 IP 做的项目照样爹妈都不认识。所以咱们还是拿效用说话，也就是它本身有什么价值。首先从画面来看像素风一直来说是比较热门的，这也是我购买的原因我是真的喜欢这种风格。但是蘑菇形象虽然说够中性，说实话很难被用作头像，因为它太可爱了。那试想一下 NBA 库里把 Twitter 换成蘑菇头，所以我认为蘑菇形象会限制在头像方面的用力。那么根据项目官网的说法目前的效用有画面上这些，未来的效用有这些。那我在其中看到的关于文化的内容偏多关于赚钱的内容偏少。比方说 NFT 空投和白单是否值钱，肯定取决于 CryptoSimage 本身的价值。我们可以参考 BAYC 空投的集合比方说 BKC 或者说 OtherDeed。唯一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 Type to Earn， 这应该意味着项目后续会发币但是在模型没出来之前我对这种模式持怀疑态度，毕竟我看太多 X to Earn 的项目大多都是伪命题，缺乏可持续性的造血，所以呢，这一点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说明。所以总而言之，就目前官方透露的讯息来看
这个 IP 只是日本这个小圈子里输入法垂直细分领域的产物，其实并不具备较高的破圈势能啊。除非与其合作的 ITI 集团可以做更多玩法上的创新。那根据官推的说法呀，他们将与日本最知名的女演员之一合作。那我希望是三上老师啊，当然群里也有人说是花泽香菜。那无论如何呢，这应该会积累一些破圈的能量，也就是说还有一些潜在的利好还没有放出来，那价格呢还有走高的可能。我最近几天一直在关注持有者和交易动向。首先，从8月31日到9月7日，总持有人数从5028人下降到4549人。虽然有所减少啊，但是70%以上的蘑菇持有者依然是散户。当然也不排除科学家多开 mint， 但是总而言之呢，还是比较健康的占比。近几日呢，巨鲸占比有所增加，持有50个蘑菇以上的人数从8人上升到9人，持有11到50个蘑菇的人数从82上涨到97。而且这一批加仓啊，大多是在9月6日以后成交，均价在0.27个以太坊以上。这意味着通过这一波换手啊，目前直手已经基本上出货完毕，目前挂单率呢为8%，属于比较健康的比例。那通过持有时长也可以看出来啊，持有24小时以内的人数啊已经大幅缩减，早期持有者大部分已经有几十倍的收益套现离场。目前呢，钻石手比例较高。那总的来讲，我认为这是一个小而美的项目啊 ，IP 并不能作为产品的强背书。那这条视频呢，是以我在8月31日发的文章略作修改后发出的。那视频发布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开图结束了，所以我可以做一个不同时期入场的价格预测，仅供参考。首先呢，开图前应该还有一波热度小高潮，而且目前大部分蘑菇的购入均价高于0.2，那地板呢是较为稳固，其实有冲0.4的潜力啊。但是也应该意识到，还有一批钻石手手上还有更多0.1个以太坊以下的筹码。那他们在什么时候砸盘呢？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呢，抛售应该在开图之后，低稀有度的蘑菇将被抛售。这股抛压如果不使用利好消息来阻止，地板价可能会跌下0.1。所以我建议想入局或抄底的玩家泡一下社群，了解下项目后续计划，再做决定。另外，本周应该也会有中文 AMA， 但我不建议大仓位玩。就像之前说的呀，它只是一个小而美的项目，场口大，倍数小啊，没必要去赌。那我认为目前的 NFT 市场呢，是一个为想象买单的市场啊。低级能涨到10级，反而是因为它没什么基本面可以分析 ，Image 的信息呢太全了，反而呢会抑制底价的上限。有时呢我也不由得觉得很魔幻哈，但是我个人并不 care 啊，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个蘑菇小东西了。好，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是 Livy，我们下期见。